我说爸，我好焦虑，我39岁，马上40了，怎么办？他说，哎，你不是已经41了吗？上海人说虚岁的呀。我说不是虚1岁吗？他说哦，虚1岁那个是郊区的算法。我说你胡说八道。他说嘿嘿嘿，变老最大的好处就是我胡说八道，你不能拿我怎么样。正巧那个时候有个很烦人的邻居来找他出去，我爸说没空在忙，那个邻居还在说你个老头子有什么好忙的，敲门。我爸就用胡说八道来拒绝社交请求，他甚至都不用好好想理由，张口就来，在忙呀，在忙呀，听得懂吗啦？哎呦，马斯克找我帮忙办积分落户，3年了，老朋友了。说到老，我最近觉得我自己年纪大了，朋友们，我39岁了。哎，就等这个反应哇！互联网上现在我已经被称为中登了。哎，我说我上海人可不可以叫摩登啊？就是我知道我看起来没那么老，让我很难受的一点就是，如果我看起来老，大家至少会尊老。但我看起来还行，所以我没有得到尊重，我光老。哎，我比翟佳宁大10岁。哎哇！他们尊称他为大翟，叫我小门。很像一个奇怪的组合，大宅门。哎呦，现在别人问我岁数啊，我都不正面回答了，我都说我87年的，我让他自己算，万一他算出来29呢？但这么做也不稳妥。上次有个朋友说：“哎呦，门墙，恭喜你啊，明年退休了。”我说。脱口秀演员呢都很贱，在知道我的年龄之后，一直会问我一些很古早、很刁钻的问题。蒙哥，你下过香吗？用过粮票吗？我说没有，我用的是银子。哎，他们问起来没完没了的，烦死了！老是要给他们科普一些上个世纪的事情。我说来吧，一次性跟你们讲完，来，听好听好。在我那个年代啊，我的 QQ 号码就只有7位，加班真的有加班费。中国男足真的进过世界杯。他们只听到 QQ 7位，那你身份证呢？我说18位，他说哦，那我们一样。我说哎，不太一样，我310开头，我不。现在身体也是每况愈下了，腿脚不太好。我现在啊，只要这个腿站超过5分钟，就很容易麻。所以如果等一下我突然不讲话了，我就是演完了，但是下不去。当然了，其实虽然内心很焦虑，你们还是可以从我身上找到一些松弛感的，对不对？我的脸，皮肤松弛，尤其是我现在很多时候工作要和一些明星和爱豆同台，哇，他们的皮肤好贴好紧啊，没有毛孔的。我上一次皮肤这么好，1987年。太焦虑了，太焦虑了！我女朋友为了安慰我，她说：“不如我们就你陪我出国旅游散散心吧，我们离开这个制造容貌焦虑的地方。”我说：“好呀，好呀！”我就答应她了。然后呢，我就陪她去了意大利。我大意，路上全是帅哥。哎，我在那边我一点都不焦虑了，我纯自卑。我们第一天到那里点菜的时候，我说：“哎，你要吃什么？”她说：“随便，都是我的菜的。”讲完他就站起来，我说你去哪里？他说我去拍一些风土人情哦。我回来相机看哪有风土，全是人情。我气死了！我当时啊，要能站得起来，我早走了。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治疗容貌焦虑最好的方法就是接受容貌治疗。所以今年1月，我去了一次韩国。我知道你们有一些疑问 ，Yes I do。第5代黑钻超巨核能超声炮，
不要做。医生说这个东西的副作用是会肿1个月。当时1月，我3月演专场，我说来吧 ，do。做的时候他还问我痛吗？不痛的话，我们把功率调大。我痛死了，但我没说，我一样付了钱，必须享受最大功率。所以他问我痛吗？我一边哭，一边说啊你啊。做完之后，他说：“恭喜你顶住了最大功率。由于是最大功率，所以会肿4个月。”我说。然后回来演专场的时候，我的脸肿得像猪头一样，收到很多恶评，门腔整容失败，门腔的脸蛮化了。恶评下面也有人反击他，说不，门腔只是中年发福呢。哇，我往下翻评论，还是有懂行的人说他只是做了超声炮在恢复期。是我小号，真的很怕变老，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去寻求我爸的帮助，毕竟他当老人比我有经验。我说爸，我好焦虑，我39岁，马上40了，怎么办？他说，哎，你不是已经41了吗？上海人说虚岁的呀。我说不是虚1岁吗？他说哦，虚1岁那个是郊区的算法。我说你胡说八道。他说嘿嘿嘿，变老最大的好处就是我胡说八道，你不能拿我怎么样。正巧那个时候有个很烦人的邻居来找他出去，我爸说没空在忙，那个邻居还在说你个老头子有什么好忙的，敲门。我爸就用胡说八道来拒绝社交请求，他甚至都不用好好想理由，张口就来，在忙呀在忙呀，听得懂吗啦？哎呦，马斯克找我帮忙办积分落户。胡说八道真的有用，朋友们，那个邻居再也没来找过我爸，所以我现在有点懂了。我现在这么别扭，我怕老，是因为我还不够老。等我足够老了，我也就可以不在乎。就是谁能拿一个老人怎么样？朋友们，等我足够老，我就去制裁那些不文明的人。我遇到有人插队，我就插到他前面，然后躺下。他问我干嘛？我说我住这儿，户口在这里。你想怎么样啊？你插队，我落户。恶人还得老人磨，遇到那些公共场所抽烟的人，我就过去对着他的脸我咳嗽，我把他咳走，追着他咳到他把烟掐掉，咳到他受不了，说：“哎呦，你想怎么样了？”我说：“看不出来吗？想加你好友。”其实已经讲完了，有点麻。我还是会担心自己之后变老的样子，但我觉得好在我很庆幸我有这个舞台，因为我知道我们演员站在台上，你们就只想看我们最真实的样子，对不对？对。现在就是我最真实的样子，因为4个月过了，我消肿了，谢谢大家。我是一个 HR， 人力资源啊，失业了，现在就只能做全职的短视频博主，职场赛道。就职场博主，你们知道我们平时在干什么吗？我们平时就是一群不上班的人，教一群不想上班的人怎么好好上班。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但是其实我也不想失业。我今天就聊一下去年辞职的经历，朋友们。去年公司新来了一个总裁，他总裁员，他裁员理由也很离谱，我无法理解。有一次他跟我说，他说门腔，你去帮我把阿曼达给裁了，因为阿曼达性格内向。阿曼达是个财务，我觉得财务还是性格内向一点比较好，因为如果财务很外向的话，老板很有可能进去。你让阿曼达怎么外向？大家看，这是我新做的假账，逼真吧？是不是栩栩如生？老板就说他不喜欢内向的员工，他要外向一点。我说什么意思？他说：“哎，门腔 ，MBTI 你懂不啦？晓得不啦 ？MBTI， 多招点 E 人。”我要公司活泼开心一点，E人，老板可能是很久没有自己亲自上过班了，上班久了没有E人。我下班可以很 E， 我休假可以很 E， 我工作日起床我就变 I 了，我坐在工位上就是哀到要死掉，左右的同事就是挨家挨户。艺人，他一定要艺人，整个公司就一个艺人，就老板自己。
老板怎么能这么他怎么能这么我有一个想法，保证让所有人都开心，全公司小涨下去团建。还是老板想的周到，上了这么久的班，干了这么久的活，难得休个假，谁不想和老板好好待在一块儿呢？老板说他不单意，他还很寂寞，他就需要有人陪着，难怪他开公司呢 ，company。哎，老板裁员理由实在太草率，所以我也开始反思啊，朋友们，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朋友只是对待工作过于认真负责了，走入一个误区。我觉得不要这样，我觉得应该反过来，我觉得应该对待感情认真负责一点，对待工作而已，玩的呀。我们知道人都是有感情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人，法人不是人。千万不要在职场做纯爱战士，让我们做职场浪子，就是玩，趁着年轻多玩几家公司，等到年纪大了玩不动了，找个老实老板交社保可以了。不止态度随便，我觉得嚣张一点会更加快乐。最理想的工作状态就是我离开公司3个小时，总经理问我门枪你去哪里了？面试。总经理刚想生气，副总经理还得劝，哎，算了，员工嘛，都这样，知道回来就好啦。门枪你也别傻站着，表态，服个软。我说，对不起，又不是我主动，对方硬要我面试，我就是犯了全天下员工都会犯的错误。当然这都是幻想，现实就是老板每次让我裁员，我都下不去手，他还 PUA 我，他说门枪 HR 就是要做坏人，因为坏人的缩写是 HR。我说那好人的缩写也是，然后他就没办法，他说你要跟我共情啊，你站在老板的角度，你要跟我共情。他让我跟他共情，他一定忘记我是 HR， 我看得到他工资，很难共情。我第一眼看他工资这么高的时候，我很难过。我仔细一看更难过，那个只是税。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是需要共情的，这个我能理解。但是共情的前提是要关系微微发酵，微微发酵的关系使人心情愉悦，就像统一无糖春福绿茶一样，微微发酵，缓缓生香。作为一个上海人，我可以没有咖啡，但是不能没有这瓶有腔调的绿茶。老嗲了。人和人之间是需要共情的，但是共情不能跨越物种。我觉得打工人和老板不是同一个物种，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老板，我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直到有一天，我家里养了一只泰迪叫嘟嘟，嘟嘟跟他有很像的地方，都很 E， 需要 company， 要我帮他们 make money。我觉得嘟嘟可以跟老板共情哦，他们还有很多共同点，就是提什么需求都说不清楚。生气了就只会乱叫。所以在他莫名其妙裁员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不干了，我辞职了。我跟他说 HR 不是好人的缩写，也不是坏人的缩写。此时此刻我要跑路了 ，HR 的缩写就是哈哈 wrong。特别高兴，去年我从奉贤搬到了徐汇，租的。确切的说，这种变化对我来讲，就是从郊区搬到了上海。哎，我刚到市中心的时候，我很拘谨，我很怕自己不懂这里的规矩，因为我感觉在市中心大家都很讲礼貌，尤其是满大街那些标语都在提醒着我讲礼貌。你们看到过那些标语吗？满大街都是 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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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ner， 太讲礼貌了，在市区连野人都要叫先生。上次我在 manner 里面遇到了一个爷叔，他没有任何一丝丝的 manner， 他看到我就说：“哎呦，
门枪是你吗？你怎么在这里啊？之前没看到过你。我说刚从奉贤搬过来。他说哦哟，乡下了。那你这个上海人不正宗的。讲两句上海话听听。朋友们，人在受到极度刺激的时候，语言系统是会崩溃的。我说啥弄？他说开玩笑的呀，你怎么会真的说的啦？13点走了。他就走掉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对连锁咖啡店很满意。他们便宜、方便，所点即所得，不像某些主理人咖啡店。哎，那些店摆明了是卖给上海人，但是就连我这个赛级上海人，就有点看不下去。他们又贵又磨叽，而且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会喝到什么。有次我不小心踏进一家主理人咖啡店，点单的时候我连饮料的名字都看不懂。我说老板，我想要一杯普通拿铁，然后他就开始跟我磨叽了。他说，那你想要苦一点还是酸一点？我很警惕哦，我说哪个便宜？他说一样。我说那酸一点的吧，我不喜欢苦的，酸一点。他说好。那豆子你喜欢深烘还是浅烘？我说什么区别？他说苦一点，酸一点。我说酸一点，麻烦您酸一点。他说那豆子你喜欢是花香味还是坚果味？我说什么区别？他说苦一点，酸一点。我说，哎，我只想要快一点。就我已经很不耐烦了，我当时有点想发火，有点想骂人了。结果我发现他脖子上挂着个运动相机，他在录视频。我心想他别曝光我，本人在上海怎么也算小名鼎鼎。哎，我以为这个东西是记录锻炼，保证自己有素质，怎么还能保证对方有素质？我本来骂人的话已经到嘴边了，我说我侧面好看。亲爱的咖啡师，你想怎么做都可以，不过酸没有关系，我可以打包回家自己用醋调。我想这总能给我做了吧？他说来，我们选一下产地。埃塞俄比亚、哥伦比亚、冈比亚。我说你是不是骂人了你？我说你们这搞咖啡的干嘛老喜欢盯着非洲薅啊？为什么？他说先生啊，首先哥伦比亚不在非洲。我挡住他的相机，我说这段帮我剪掉。其次，我们店的特色就是有很多来自非洲的稀有咖啡豆，这款来自刚果，这款来自肯尼亚，这款来自苏丹北部。我说就这款苏丹北部，我苏北人，来去。他说您稍等。过了10分钟，他说：“先生，不好意思，我看了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咖啡豆它状态不好。”我说：“咖啡豆状态不好？咖啡豆怎么状态不好？他是没睡醒吗？啊，那你是咖啡师呀，你先做一杯咖啡给这个咖啡豆喝呀。”以上全是我的心理活动，我没有说，因为他还在录视频，所以我说的是状态不好哦，让他早点回家休息吧。那主理人老师，请问您有什么建议呢？他说：“我给您推荐一款我们店里口感很好、状态很好、口碑客人都很喜欢的咖啡豆，只有一个问题。”我说什么？他说苦。我说来吧，事到如今我不怕苦，再苦能有我心里苦吗？他说好的，拿铁，稍等，给你一个我独创的拉花。然后他一顿操作，一杯咖啡拿上来，上面一个白点。他说给拉完了。我说拉完了。哎，我说这叫什么拉花？我一边问一边接过来，手一抖，拉花没了。他说这就是我独创的昙花一现。我说，我喝了一口，太难喝了。我说好苦啊，好难喝。他说先生你细品，现在有没有一点回甘？有没有一点草本的清甜？喝完这杯之后，过1、2个小时，你将通体舒畅，神清气爽。我说这杯该不会是板蓝根吧？我说。哎，我看着这杯难喝极了的咖啡，我太生气了。我心想，你不能这么欺负我啊！早知道我点不到我要点的，我就乱点好了。他问我什么问题，我就乱说。我就像那个《Manner》里面的爷叔一样，这么跟他回答。他问我你想要苦一点还是酸一点？我说你怎么在这里？没看到过你啊。选一下产地，埃塞俄比亚、哥伦比亚。哦，乡下的了。那你这个咖啡不正宗的，
这是您的拿铁。哎呦，跟你开玩笑，你怎么会真的做到3点走了？我就应该这样，但我没有，因为他还在录视频，所以我说的是夏夏弄。买单，他说60，我说60，也太贵了，什么板蓝根要60，能刷医保吗？我真的太生气了，就是那种被咖啡刺客刺到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当下就做了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我对他说开发票。他说开不了，因为我是 ENTJ。我说啥意思？他说你不知道吗 ？ENTJ 我们指挥官型人格，指挥官做不了开发票这种小事儿。我说这叫 ENTJ， 这叫偷税漏税。我说我不管，我今天就要发票，因为我是 INFP。他说什么意思啊？我说 I need 发票。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文强，大家好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门枪，是一个 HR， 最近正在找工作，所以我很多失业的朋友一样，我们就拍短视频。但是我拍短视频还是有一些成绩的，朋友们。去年年底的时候被邀请去参加了一个活动 ，GQ Man of the Year， 被评为了年度风云人物，朋友们。哎，就参加那个活动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我可以参加那个 GQ 的晚宴，在晚宴上有很多顶流明星，费翔、魏大勋、易烊千玺，我都见到他们了。我发现明星跟普通人也都一样，都不认识我。虽然他们都不认识我，但我看他们真的很帅，朋友们，我觉得他们才是 Man of the Year。我感觉自己只是一个 man， 不小心 over there。真的，虽然那天都是明星人物，但是我觉得他们都在窃窃私语讨论我。他们说这个人是谁？他没有作品，他为什么在这里？他一定是资源咖。他这个人背后肯定有资源。我想说你想多了，我顶多有点人力资源。哎，我做 HR 的时候，我就发现老板有个问题，就老板都很迷信，你们发现吗？我给大家总结一下，老板最喜欢的3个神仙：第一个关公财神爷，第2个招财猫，第3个实习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实习生是神仙。首先，老板没有把实习生当人啊，因为每次我跟老板说，老板我这个职位招不到人了，他说那你招个实习生。我说我招不到人，他说哦，那你招个实习生。真的把实习生当神仙一样，给实习生提的要求就像在跟神仙许愿一样。你们去庙里许过愿吗，朋友们？跟神仙说的是保我公司上市，跟实习生讲的是帮我把公司干到上市，并且还不能迟到早退，还要陪我开会，还要帮我买咖啡。给神仙功德箱1次100，给实习生1天80。朋友们，活更多了，钱更少了，很符合我们公司的理念 ，less is more。真的把实习生当神仙一样，开给实习生的工资也正好去购买一些贡品，瓜子、橘子、花生米之类的。真的，老板太不要脸！我现在终于明白老板为什么喜欢摆关公了，就是让关公替他脸红。我真的很担心实习生的情绪问题。我们公司的实习生小杨啊，有几次我们小杨在那边不停地抖动，我说小杨你怎么升仙了？小杨说不是，我在跳消气操。我说消气操有用吗？他说有用，跳累了就没有力气打老板。真的，在实习生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除了消气操之外，我还学到很多，比如如何拒绝 PUA。小杨做了2个月就辞职了，老板居然还有脸找他离职面谈。老板说：“小杨，来，你在我们这里2个月，成长了多少？10岁。”有没有收获？节。老板就有点生气，老板说：“哎，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吃不起苦。”他说：“去你的！不要来 PUA 我。我妈跟我说过，上班就是爱吃苦的孩子有苦吃。”
哎，老板就真的有点生气。老板说：“哎，小样，你有没有听过那句话？”他标英文，他说：“你有没有听过那句话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 you？” 他说：“make me emo。”老板说：“门枪算了，要不我们还是不招实习生了，要不我们还是招个人吧。”我说：“啊。”好可爱啊！真的招人，哎，招人真的是我做 HR 最喜欢的一个部分。招人很有意思，因为招人一直可以听到公司里面那些职位很高的人讲一些智商很低的话，他们总有千奇百怪的理由去拒绝我给他们推荐的人。星座不好，八字不合，还有一次他拒绝一个人说这个人眼里没有光。我说你也相信光？我说你早说，你看我爸行不行？他有青光和散光。哎，为什么可以要求员工眼里有光？所以我们换个问法啊，让员工眼睛里面产生光，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加钱，就是加钱，把钱给到我，你薪水给到我，对不对？俗话说得好，相由心生，你薪水啊，你钱给到我就眼里有光了。你薪水给到我，眼里没有光，我每天早上可以早起半个小时，把两个眼睛泡完光再来上班。你薪水给到我就眼里有光，我就火眼金睛，没有任何问题。薪水给到我，我可以像孙悟空一样陪你西天取经。但是你薪水给不到我，不好意思，我的表现就只能像沙和尚一样。哎呀，老板不好了，财务总监被税务局抓走了。眼里没有光，我气死了，我就小声嘀咕了一句，我说你要眼里有光，你去找迪迦呀。他听到了，迪迦是谁？眼里有光吗？叫过来面试。我说不在上海，视频面试，异地入职。我说老板听我说，迪迦这个人能力是强，但是他每天就只有几分钟能力超强。老板说没有关系，你先招进来，先招进来。员工的好坏要看 boss 怎么带。我说，哎，你别提 boss， 迪迦最厉害就是打 boss。虽然听起来很荒谬，但是朋友们，这就现实，就再优秀的人才，有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就是因为老板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出去找工作，没有成功，我心态很好，就是老板不配。你看迪迦到我们公司来，没有获得实习的机会。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在座，如果大家有在找工作的话，以后或者找工作都是可以遇到一个很好的老板。也希望所有老板可不可以珍惜每个打工人。谢谢大家，我是文强，谢谢。大家好，我叫文强。哎呀，现在出去跟别人自我介绍、参加活动，我说我叫门枪，他们都会很尊重我。他说：“门老师你好，你这个姓氏很少见。”朋友们，我不姓门，门枪是我的艺名。取这个艺名的意图很简单啊，因为脱口秀讲话需要大量的用到舌头，舌头在上海方言里就叫门腔。所以我出生在上海，我现在才叫门腔。我要是出生在北方，我现在就叫口条。哎，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直接用自己的名字做自我介绍什么的，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本名。我很难为情，很害羞。不是李家俊，不是。还有我的本名叫张冰洁，弓长张，冰清玉洁。每次自我介绍都有人会说像个小姑娘的名字，对吧？我知道这种感觉很违和，就好比你去问蝙蝠侠 Batman，What's your real name？ 蝙蝠侠说 My name is Cinderella。哎，名字秀气，我小时候长得也很秀气。课间10分钟，小学的时候跟男同学玩游戏嘛，玩一些角色扮演的游戏，他们就会说：“张冰洁，你来演冰冰公主。”我说我不要当公主，他说那你当丫鬟，我说我当公主，冰冰公主。哎，别的男生分配到的都是那种王子、大侠、将军，我分配到的角色都是公主、格格、千金。我也演过一次将军，花木兰。
男同学还总是喜欢在游戏里面追求我，我都没同意，因为课间10分钟不够了解一个人。我冰清玉洁没那么随便。我也不理解他们的追求方式，他们不讨好我，他们就互相决斗，而且他们决斗方式也很奇怪，他们互相吐口水。我当时感觉你们还来追求我干嘛？你们不需要我了，你们已经在相濡以沫了。后来还是女生来解救我，我们的女班长拿出了她的法宝——行为规范记录表。那群雄心幼崽一下子情绪稳定了。girls 不但 help girls， 还 help girly boys。我问我爸妈为什么要给我起冰洁这个名字，我妈说，因为名字是家长对你的期待，我希望你冰雪聪明，洁身自好。妈妈，这份期待很有难得。我转头问我爸，我说爸，你儿的名字这么小众，你没有意见吗？我爸说，你妈负责起名，我负责姓，这都有分工，还 teamwork。我爸说，而且名字小众有什么？弓长张这个姓氏很大众。我心想什么意思？名字也能风险对冲？我说姓张也不好，姓张太普通了。他说姓张不要太好，你不懂，张是天姓，玉皇大帝就姓张。张是唯一一个别人问你贵姓，你不用回答免贵的姓氏。当我傻子吗？啊！别人问您贵姓，我说老子贵姓张。玉皇大帝就姓张，不懂了吧？很有权力的，这就叫姓张力。我真的不喜欢我这个名字，我说我要改名字，然后我妈说你别觉得冰洁这个名字小。这份期待很大的，因为男人很难同时做到既冰雪聪明又洁身自好。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不是鼓掌，我看着我爸，你到底做了什么？然后我爸，放心了，他只是不聪明啊。我长大了才懂我妈的意思。我上班当了 HR 之后，我发现很多男同事，尤其是男高管，都不太冰洁。10个男领导，7个傻，8个呆，9个不洁身自爱。就我们公司的那个 Mike， 在公司里面同时聊3、4，下了班还要约3、4个，都不知道他时间怎么分配的。怎么说呢？我们都在朝9晚5，他在朝3暮4。他都这样了，还跟新来的女实习生说，我这个人就是被动，我注定孤独一个人。哇，我是一个 HR， 是一个专业的 HR， 出于专业的素质，我不会因为私人事务给同事穿小鞋，仅限于同事期间。他会跳槽的，他会辞职的，辞职之后就涉及到一个事情，叫做背景调查。难道他不怕别人背调的时候打电话打到我这里来吗？他不怕我会这么说？请问麦克是你们公司吗？对，他这个人的工作态度怎么样？被动。团队合作能力呢？注定一个人。那这个人有没有什么优势啊？我说，硬要说优势，时间管理。别说男同事啊，就连最应该注重自身形象的男明星，也不太冰洁啊。每隔一段时间，总有一个男人好像由于没有洁身自好上热搜。所以我建议，为了让这些人引以为戒，以后只要不洁身自爱的男人都应该改名叫冰洁。早就应该这样了之前的吴冰洁。金冰洁。还有那个什么肖冰洁。当然，我也衷心的希望男明星们不要再塌房了，因为张是个大姓，我很怕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那我就只能改姓了，叫门冰洁。张这个天性不重要，天性纯良比较重要了。
其实不单是男的，冰雪聪明和洁身自好是对人类我觉得思想和道德最美好的期待了。但是大家一听就觉得冰洁这个名字应该是女生的名字，是不是对女的要求太高？是。哎，这么好的期待，怎么能都让女生占了呢？不把我们的男人放眼里，啊，男人也能顶半边天。我觉得应该要分工 ，team work 一下，女生先负责冰雪聪明，男生来负责洁身自好。大家以后啊，千万不要再夸男生专一了，因为我们只是做了每一个男孩子都应该做的事儿。谢谢大家，我是张冰洁。大家好，我是门枪。哎，哇，很高兴回来了，很高兴回来了。去年节目播出之后啊，生活发生了一些小变化，赚到钱了。哦。哎，我前老板还发消息问我，他说门枪你回不回职场？回职场，我连他消息都不回。最近在看房，因为去年住奉贤实在是太远了。住在奉贤实在太远了，因为录节目我想租一个近一点的房子。我最近就在密集的看房，很密集的看，在小红书上看。大家看过小红书上那些房产中介视频吗？啊，就视频开头有一个很帅的男的，穿着一个西装3件套。视频开头他会讲：财财魔都，这样一套房子要多少钱？他给我推了一套郊区的一室户，毛坯房。这个中介还非常有信念感的介绍，他说：“总裁欢迎回家，您家就在地铁21号线终点站，26年底开通，总价60万。”总裁为什么要住地铁终点站？他钱呐，都充交通卡里啦。但不得不说，这个标价60万，我还是很心动，正好符合我的预算。我就收藏了这个视频，收藏完了之后，小红书封了，一直给我推房子的视频。怎么说呢？我现在对上海的房市很了解，在网上啊，会把上海的房子根据房价分为3个等级，3000万以下的叫刚需。刚需什么意思啊？啊，我看中的那套60万的毛坯房。和别人2999万的房子一样，都刚需。这种感觉就好比我门枪和郭麒麟一样，都儿子。大鹏和斯皮尔伯格一样，都是导演。3000万到1亿叫豪宅，1亿以上是顶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了解这些，可能就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男人嘛，就喜欢了解一些自己能力够不到的东西，并发表辣评。我身边朋友都这样。法拉利开起来不舒服。张伟丽打不过我。黄嘉尔没有上海户口。手机刷太多房子了，真的，我感觉我的手机啊被我富养起来了。打开首页全部是什么珠宝腕表香奈儿，游艇豪宅王嘉尔。啊，我明明只看中一个毛坯房，我的信息茧房却是个豪宅。我这个在我自己的信息茧房里发财致富了，这难道不就是作茧自缚？真的号扬起来了，真的肆无忌惮。一开始给我推的是猜猜这样一套房子要多少钱啊？前2天给我推了一套上海市市中心顶层大平层。视频开头是一个旁白，黑底白字，旁白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和珅还活着，在上海住什么房子？我心想，和珅这么贪，
难道住贪成一品？我太好奇了，我就拉着我女朋友小陈，我说你给我看看合生住啥。然后视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90平米、270度江景欧洲古典主义装修的厨房。他给我介绍呢，他说我们这个厨房的墙面全是德国原装进口的，一面墙要60万。我心想，德国什么墙这么贵啊？柏林墙吗？这个，而且60万，朋友们，一面墙，这个数字很有针对性。60万，小陈说：“哎呦，门枪，我们这个房子也不是不能买啊，这个房子买完之后我们家徒一臂。”然后视频从厨房走到饭厅，走了半分钟，还是快进。小陈说：“门枪，你想清楚，你以后住在这里，吃饭都吃不到热的喽，再也吃不到西冷牛排，只能吃西牛排，因为冷掉了。”然后是这个房子的最大卖点，3梯一户。我的反应比你们还慢。我当时看完之后，3梯一户什么？3梯一户啊？为什么要3梯？为什么有钱人出门要3部电梯？啊？为什么？这谁住？这个房子只能给哲学家弗洛伊德住，要么给余祥宇住。啊，每次出门，每部电梯分别装着他们的本我、自我和超我。最后是这个大平层的售价1亿8千万，1亿8，我吓死了，我想要退出，手都在抖，不小心抖进了详情页。他给了我一个最优的购房方案，他说首付6000万，还可以啊，就2个刚需而已，分期30年，每个月还60万，60万，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还记得，我一开始只想要买一套60万的房子。刷了几个礼拜手机，我现在每个月要买一套60万的房子。我感觉我被这个视频冒犯到了，有点被这个房子骂了啊！我怎么在我自己的信息茧房里都能被搞破防？我觉得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破防，这也是我写这个段子的主要原因。严格来讲，这个段子不是讲给你们听的，是讲给你们手机听的。看到这里的观众朋友们，已经来不及了。下一次打开手机，你的小红书首页就是3梯一户和珅门枪，王嘉尔没有上海户口。听一段脱口秀，附赠一个信息茧房，主打一个防不胜防。谢谢大家，我叫门房，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门枪啊，大家晚上好。大家好。比赛比到这个阶段哦。我家里人开始关心我了，我爸问我，他说：“儿子，你淘汰了吗？”我说：“我签了保密协议。”他说：“哦呦，你这么讲，我懂的，儿子，有信心夺冠吧？”我说：“完全没有，大家都比我行。”他说：“哎，别人行，你要更行，要像个男人一样，不能怂。”我说：“爸，要不你来讲？”他说：“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就我爸一直不许我怂，所以导致我现在一怂我就感到羞耻，我一怂我就感到羞耻，所以我现在这个人就是很有怂耻感。一个谐音梗，哎，我这种朝气蓬勃的羞耻感啊，就是从小培养的。当我还是一个小次郎的时候呢，我爸就用他那一套要像个男人一样的标准来培养我，他立志把我打造成一个堂堂正正的次郎，所以他在家就是这样，他就是哎，不能喊痛，不能喊累，不像个男人，不要病殃殃的，不像个男人，生病了还要去医院，不要去医院，不像个男人。他从来不带我去医院，他自己也不去，你知道吧？他预防生病的方式就是不承认自己生病，因为他觉得所有的病到了医院才叫病，在家里就确诊为不舒服。到医院了叫感冒，在家里叫喉咙不舒服；粉碎性骨折在家里叫膝盖不舒服；食物中毒跪在地上抱着马桶吐是喉咙和膝盖都不舒服。我小时候有一次我发烧发到39度，我爸就说：“哎，39度有什么了？我在你这个年纪发到40度，男人呀，发出来就好了。我喝碗粥嘛好了咯，你喝碗粥都不好，没出息。”加点肉松和麦丽素。
朋友们，我那个时候小学1年级，一口气喝了1碗粥，加肉松加麦丽素，好难吃哦，那个味道就是具象化的爹味。他就是不带我去医院，还好我后来出息了，我发到了40度。但是他紧张啊，因为我神志不清，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烧到神志不清，我看到每一个人都叫爸爸，他就受不了。父爱如山啊，零下2、3度的天，凌晨4、5点钟，他终于把我抱了起来，放到了自行车后座，蹬了40分钟，蹬了40分钟，我们2个人终于来到了静安寺门口，冲到最里面，找到菩萨。哎，那个时候我发烧发到40度，我爸骑了40分钟自行车，我们2个人跪在那里，自己头上就在冒烟啊。菩萨可能都懵了，他说：“哎呦，这家人香火好旺啊！”我就问我爸，我说：“爸，你为什么不带我去医院，要带我来静安寺？”他说：“哎，你是我求这个菩萨求来的，现在你出问题了，他要负责的。”菩萨可能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售后客诉事件。我爸质问神仙的样子真的很像一个男人，而我跪在那边脸红心赤的样子真的很像一个赤佬。所以在我爸的影响之下呢，我长大后到现在为止总是时刻刻意的很表现的阳刚，到现在还是这样。前2天我去按摩，我被师傅按到痛死了，那个师傅把我按到痛死，但是我羞于叫出声，你知道吧？但生理上又控制不住，所以就从我的胸腔里面发出了一种，不能说是呻吟吧，更像是被按在生死边缘摩擦的声音。哎，师傅说：“你痛吗？”我还没用力哦。哦，他还没用力哦，朋友们，那个房间3平米，2个人1张床，他没用力，我痛死了，这不是见鬼了吗？我很想搞清楚到底是怎么痛。所以我就用尽全身的力气，就这样转头转过去看。这个动作很危险，大家不要学。我是练过的，小时候考试作弊，然后就，他整个人的姿势是腾空，2个脚顶着墙壁，用手肘撑着我的腰。B-boy， 我想我这是在被精油开个背吗？这个是精神小伙在我背上开个洞。我很生气，他明明这么用力，还说是我的问题，所以之后我就知道怎么去回应他，怎么去对付他了。就是他按得我有一点点痛，我就叫，我就不内耗了，我就叫到他受不了，叫到他受不了，叫到他说：“哎，你叫轻一点。”我说：“哎，我还没用力哦。”后来我就反思，我想说，男人一定要刻意的时刻都表现得很阳刚吗？我觉得不用，我觉得男人应该也有很多面，怎么着都行。所以我的自媒体内容里面有很多反串的内容，数据特别好。哎，果然我这个人啊，太像个男人，赚不到钱，所以我就化了大浓妆，贴假睫毛，然后戴假发。我爸一开始很生气，他说：“我要跟你断绝父子关系啊！你怎么不像个男人？”后来数据越来越好，他说：“哎，你这条视频偷懒了，妆没有上一条浓，怎么像个男人？”我很担心这样发展下去，他会求我给他安排一个角色，帮他化个妆啊，让他演我婆婆。我爸就是这么现实，像个男人一样。真的，现在做了自媒体，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被单一的价值观或者那种评价体系所束缚。我现在的宗旨就是：人不好我，我不好人；你不好我，我好得很。如果让我再有机会回到当时那个静安寺我发烧40度那一天，我很想放下内耗和羞耻感，我想跟我爸说：“我说爸，你看菩萨的姿势，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他说：“是 yes OK 吗？”我说：“不是。”我说菩萨看着自己的3个手指甲，是让我们都去3甲医院看看。谢谢大家，我是门枪。大家好，我是门枪。大家好。哎，有点后悔来这个节目，有点后悔，因为我感觉就是被节目组忽悠了，你知道吧？当时导演找到我，他说：“哎，门枪，你来，这个比赛在上海录，你是上海人，你有优势。”你主场作战，我到这里来了，一看就我一个上海人。哎，这哪里是主场作战？这最多就只能是主场做客。我还问导演说：“我说导演，我用沪语讲段子，来塞不啦？”导演说：“啥意思？”
我觉得没有人数优势倒也算了，至少有个地理优势吧。这个节目在杨浦区录，我家住在奉贤区。你们知道杨浦离奉贤有多远吗？我每天早上从奉贤打车北上，要2个小时。我出门碰到邻居，我说我去杨浦上个班，他说：“哎呦，去上海出差了咯。”而且我特别害怕节目这种陌生环境，因为我很怕不能融入，你知道吧？我很怕不合群，很担心被排挤。大家知道的，上海人在上海就最怕被排挤。多虑了。来到这里，很多演员都很亲切地问候我，他说：“哎，门枪，你辛苦了啊，辛苦你一个上海人要排挤我们这么多人啊。”我就非常要小心翼翼地去融入五湖四海。我观察了一下，东北演员特别多，于是我用出我的毕生所学的东北话去搭讪他们。我主动给他们推荐我们上海的本土的传统美食——咖啡。我用东北话推荐，我说：“哥们儿，这咖啡老好了，哐哐炫啊炫！啥喝了睡不着了啊？你就是没喝到位，再整点，再整点，透一透。”我现在在这个节目有个昵称“咖啡蒙子”，我知道这把稳了。有昵称说明表示亲切，融入成功，手拿把掐。不单录节目，我感觉我这一辈子一生都是在为了合群而如履薄冰。我当时刚毕业实习，去外企实习，我也很难融入，因为我发现同事们都会讲一些我很难理解的散装英文。我实习第1天就听到2个同事在茶水间聊八卦，我给你们学一下。Well， 侬晓得不啦？Jonathan， 当爸爸喽，儿子昨天出生了，儿子3100G。3100G， 他儿子是个移动硬盘吗？后来我才反应过来，哦，3100克。哦，你们初中物理也不是很好啊。这外企真的太帅了，一定要说3100G，我不能说6斤2两吗？我还想，如果万一以后我上班遇到一种紧急情况，就肚子疼想方便啊，万一卫生间正好没有空位，我是不是也要用外企的方式去求助啊？我是不是要这样求助？Dear， 我这里有一些 situation， 你的 project 能不能 ASAP？ 求求你给我点 feedback， 我真的要到我的 deadline 了。平时上班和同事话也说不到一块儿，饭也吃不到一块儿，得被迫合群。到了周末就不一样了，可以自由拼。肯德基周末疯狂拼 Crazy Weekend 拼，29块9选3个老北京鸡肉卷配1个甜品蛋挞，这么多，而且跟外企的说话方式一样，都是中外双拼。上班在 office 拼累了，周末就来 KFC 拼。合群这件事情真的对我来说太 important， 因为我从小家教就很重视合群这一块嘛。我是一个上海人，但是大家知道上海人也会分很多种，有很多种分法的。我是所有上海人中最正宗的一种，我有一半苏北血统。这个主要是继承自我的嗲嗲。因为很多上海市民往上倒3代都不是本地的，都是从外地迁移过来的嘛。现在讲到苏北，大家会挺开心的，感觉很开心。但以前不是的，以前我爸爸常因为他是苏北人而自卑，所以他一直关着我。他说：“门枪，你去读书，千万不要让同学知道你是苏北人，要合群，知道吧？千万不要让同学知道你是苏北人。”我说：“我知道了。”然后上课的时候，真的有同学问我，他说：“门枪，你是哪里人啊？”我说：“巴斯苏波冷啊。”露馅了，我爸就很不开心，但是我知道现在长大，我就知道任何地方人都很好，上海人很好，苏北人很好。我现在而且特别喜欢苏北口音，
我觉得苏北口音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苏北口音很有松弛感。我是怎么发现的啊？我女朋友小程，100%苏北血统。她在家里护肤的时候，她会这样跟我讲：“她说门枪，你去帮我拿一下那个雅诗兰黛小棕瓶。”雅诗兰黛，哎，雅诗兰黛听起来不贵了，朋友们，20块钱一瓶。过一会儿，他开始刷短视频，现在很多短视频都炫富的，他刷，他说：“哎呦，什么时候我也能住进汤臣一品啊？”到汤臣一品我还听得懂哦，毕竟我50%苏北血统。出门时候他跟我讲那个我实在听不懂，他说：“门枪，你去帮我拿一下那个可可。”我说：“什么可可？是口罩吗？还是奶茶吗？”他说：“不是的，是那个香水 Chanel 可可 No.5。”当他如此气定神闲地说出以上这些话，老实讲，我被迷住了，我也被治愈了，你知道吧？他那种完全不在乎、完全做自己的那种态度，怪 so amazing。就我发现，原来小心翼翼的合群，就不如开心的自己做自己嘛。用自己的声音讲自己最想讲的，我也觉得这是这个话筒的意义，这个麦克风的意义。所以就爱咋咋地，祝大家的段子都嘎嘣脆。祝大家所有的人的表演都令人五迷三道，贼咔咔炸场。我今天舞台的时间也到，deadline了，谢谢大家好，我叫门敲，哎，大家好。哇，刚刚有点温情，我都不知道怎么讲，因为我接下来就是把家里人吐槽个遍。然后，朋友们想要疯癫很简单，多跟长辈相处就行。真的，我发现跟长辈沟通太难了，我无法跟他们解释我的职业。我说我是 HR， 所以知道员工的工资，他们理解为我知道所有人的工资。在他们眼里，我有超能力，我只要看这个人一眼，这个人头上就会冒出他的工资数字，你知道吗？所以过年的时候，从来没有人问我赚多少，都是通过我打听别人赚多少钱。就过年的时候，我爸会说：“哎。”帮我看一下，你大伯退休工资高不高？你会不知道，怕我伤心啊，蛮高的。再帮我看一眼二伯，他退休也不知道，比你大伯还高，比你大伯还高。哎，我就知道，我们家翻身就靠你了，好不好？记住，你的目标就是退休工资要超过他们。我说爸，我的目标就是活到退休。最夸张有一次就是我舅妈给我微信里面发了一张照片过来，她说：“哎，这是你妹妹发在朋友圈，说是她男朋友，帮舅妈看一眼这个人赚多少钱。”我点开照片一看，王嘉尔。我说舅妈，赚挺多的，你可以享福了。舅妈说不愧是 HR 啊，随便问你一个人都认识。再跟舅妈讲讲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有没有什么优缺点？我说你不要害我，没有缺点，全是优点。舅妈说不可能的，没有人是完美的，总有些不足之处的。自己人想想有没有什么不足之处？我说舅妈，你一定要讲什么不足之处，就是这个人没有上海户口。舅妈说那不行，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你妹妹跟他在一起。我现在就是跟你妹妹说，叫她不要做梦了。我说对的，叫她不要做梦了。哎，所以歌里说的是常回家看看，对吧？重点就是看看，千万别老在家待着。因为常在家待着一定会发疯的。我最近就是在家太久了，我发现啊，我爸有点讨厌我。哎，可能说讨厌有点严重了，毕竟我们是中华民族，对吧？很讲究亲情的，血浓于水，对吧？我爸恨我，他不喜欢跟我讲话，我问他任何问题，他都是2、3个字就回答我了。我最近在学烧菜，因为我是一个做菜新手，我做到一个特别高端的菜，我不会做了。我说爸，这个番茄炒蛋，这个番茄怎么弄？煸一煸。我说什么叫煸一煸？哎，你们做过菜可能知道，我没有做过上中国菜还能煸一煸呢。番茄怎么煸？从大到小煸。我说爸，什么叫煸一煸？他说煸一煸。
就是编一编。这里有点丑化我爸了，对不起。他不是这么说的，他用的是上海话，逼也憋。这就是他的解释方式，朋友们，用更大的音量来重复原先的答案。他觉得我没有听懂，是因为他声音不够响。这种沟通方式怎么说呢？就是很不尊重人，像在训狗。你们训过狗吗？重复一个指令，然后期待狗听懂。我爸就这么训狗的，来，嘟嘟来，嘟嘟来，坐，坐，哎，坐，坐，师傅，好，狗，好。真的，我说爸，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耐心一点，稍微跟我耐心一点解释一下，是亲生儿子吧？搞得你字，哎，我实在没有办法，我只能去查百度。煸就是把食物放在热油里面加工到半熟，然后放在旁边做备用的一种烹饪方式。我说，哎爸，这个叫煸？他说对，跟我讲的一样。很难沟通，不但他不跟我好好讲话，我跟他讲话他也不听的。哎，你们劝过长辈改坏习惯吗？他们只要知道这个是坏习惯，就不会改，还会用一句很温柔的话来肯定你。这句话叫“哎呦，算你懂死喽”。我小时候劝他改什么坏习惯，哎呦，你懂个屁！哎，你们发现吗？我这个人对世界的认知就是很极端的，只有懂个屁和懂死，很极端。我最近劝我爸改一个坏习惯，就劝他戒烟，因为他老咳嗽，身体也不好，年纪大。我说爸，吸烟有害健康，你别吸了。他说：“哎呦，算你懂死喽。”首先，跟你爸讲话，爹味不要这么浓。其次，你晓得不啦？你爸这个肺已经吸了40几年烟了，你不要害我。这个肺让他碰不到烟，他会坏掉的。我说我这么严重，为什么会坏掉？什么叫坏掉？坏掉？他说坏掉了就是瓦他啦。暴力沟通真的会让人发疯的。哎，我以为不在家，去上班在职场好一点，没有，老板讲话我依然听不懂。哎，我是个 HR， 我帮老板招人，我给他招的人、推荐的人，他总是不满意。问他原因，他也不好好说。有一次一个人面试没有通过，我问他原因，他说：“哦，这个人都挺好的，就是没有什么感觉。”我说没有什么感觉。我差点气得说出那句包办婚姻的名言。我想说，感觉不是可以培养的吗？感觉。然后我还得跟那个面试的人去沟通，我不知道怎么讲，我就过2天我就发微信给他，我说：“刘先生你好，面试过去2天了，你感觉怎么样？”他说：“我感觉很好。”我想完了，那我只能做个好人，给他个台阶下。我说：“哦，我们公司对你也很有感觉。”对了。我们私底下说，你面试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我们老板的能力和经验都不如你呀？他说：“哦，被你这样一说，好像你们老板是有点不懂装懂。”我说：“不懂装懂吗？你懂的呀。”朋友们，微信聊天的时候，你懂的呀，后面一定要跟着这3个表情，对方就一定会懂。就是哎，你懂的呀。刘先生就懂了。刘先生说：“哦 ，HR， 谢谢你，我们之后有机会再合作。”我说：“好的，没问题。”后来我就跟老板说：“我说老板，你不能总说没有感觉，你下次要给我一个正当理由。”他说：“我没有，你想一个。”我说：“我想不出。”他说：“你必须想一个。”我说：“我实在想不出。”他说：“那你实在想不出，你编一编。”